嘿，James，好久不见。Amy，是啊，最近怎么样？还不错。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。奇怪的梦。对啊，梦到自己会飞，然后飞到一个很大的图书馆。很有意思的梦。你呢？最近做梦吗？做啊，我经常做梦。什么样的梦？有时候是工作的梦，有时候是旅行的梦。起床后还记得吗？有时候记得，有时候忘了。我也是，很快就忘了。说到梦，其实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梦的。真的，太好了。不只是说我做了一个梦，还要学怎么详细的说梦的内容。用中文说梦，听起来有点难。开始可能有点难，但其实有方法。那我们开始吧。我先说一个故事。好的。记得刚学中文的时候，我想跟中国朋友说我的梦。那天早上做了一个很清楚的梦，什么样的梦？梦到自己在一个很大的森林里迷路了。有点可怕。对，而且梦里一直在找出口，但找不到。然后呢？醒来后心跳很快，感觉很真实。想告诉朋友？对，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说，昨天晚上我做了梦。朋友怎么说？朋友说什么梦？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说了，卡住了。完全卡住了。我只能说，森林迷路很可怕。像机器人一样说话。对，朋友看着我，表情很困惑。那时候你不明白为什么说不出来。不明白，我以为只要会这些词就行。但后来你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说梦不只是词汇的问题，那是什么问题？是结构的问题。欢迎来到 The Cozy Chinese， 我是 Amy。我是 James Scott， 今天我们深入探讨怎么用中文说梦。通过 James 的经历，一起来学习说梦的方法。刚才的故事，你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吧？很想知道什么是结构。要理解这个，我们得先从基础开始。首先，做梦用中文怎么说？最简单的说法是做梦，做梦。做梦，不是看梦。不是，中文说做梦，不说看梦。为什么用做？这个很有意思。做表示主动的行为，但睡觉的时候不是被动的吗？从身体来说是被动的，但中国人觉得梦是心创造的。啊，所以用做。对，做梦就像做事情一样。那怎么说？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或者我昨晚做了个梦，两个都可以。都可以。第二个更自然一点。昨晚比昨天晚上短。对，日常对话用短的比较多。那刚才你说的结构是什么意思？说梦有3个部分， 3个部分。第一个是开始，第二个是内容，第3个是感觉。像讲故事一样。没错，说梦就是讲一个小故事。所以那时候你只说了词，没有讲故事。对，只说森林迷路，朋友听不懂。应该怎么说？应该说，我梦到自己在森林里迷路了。梦到这个词很重要。非常重要。梦到连接做梦和内容。给我举个例子。我梦到自己在飞，我梦到我的朋友来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用梦到之后，什么都能说。但是等一下，只说我梦到母马就够了吗？你这么认为？我觉得不够，听起来太简单了。为什么这么想？梦是很复杂的，只说一句话说不清楚吧？原来如此，所以
你觉得需要很多细节。对，要说得很详细，才能让别人理解。其实，我一开始也这么想，真的啊？想把梦里的所有细节都说出来。结果呢？说的太多，朋友听不懂。啊，问题不是说的太少，而是怎么选重要的部分。选重要的部分。对，不是全部都说，只说主要的内容。这样的话，我也能做到。对，接下来会说更具体的方法。你刚才说只说主要内容，对，那你第一次试的时候怎么样？完全失败了。发生了什么？我想详细的说那个森林的梦。我说，我梦到森林很大，树很多，我走走走。一个词一个词的说。对，因为不知道怎么连起来。朋友什么反应？朋友等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慢慢说，没关系。”好温柔的朋友。但我更不好意思了，就说：“算了，不说了。”放弃了。对，那天之后，1个星期都不想说梦了。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失败，分析，来看看哪里错了，一个一个来。好的，首先，你想做什么？想详细的说梦的内容。这是错误一。对，想一次说的完美，这是第1个错误。错误第2呢？不知道基本句型，我只会单词，不知道怎么组成句子。所以一个词一个词的说。对，错误13，太在意语法，在意语法也是错误。太在意了，想着这个对不对，就说不出来了。我懂。错误4呢？失败一次就全部放弃了。1个星期不想说。对，应该再试试，但我没有。那根本原因是什么？害怕犯错，害怕。觉得说错了很丢脸。这个分析，听众也可以回顾自己的失败，应该能看到自己哪里错了。说到这，听众里面应该也有类似经历的人。想说梦，但说不出来的经历。有的人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具体的问一下，你想说什么，但说不出来。我先举个例子。好，上个月，我想告诉中国朋友我做的梦，结果呢？只能说很奇怪的梦就结束了。跟我一样。想说内容，但不知道怎么说。哪里最难？用过去式说，梦里发生了什么？这个很多人都觉得难。像这样，大家也告诉我们，一句话就行，告诉我们你的失败故事。那说梦常见的错误有哪些？我来说说3个常见错误。好，错误71，想说所有细节。刚才你说的，对，梦很复杂，但不需要说全部。只说主要的就行。错误第2，不用连接词。连接词。然后后来突然这些词。啊，连接句子的词。对，没有连接词，听起来很奇怪。错误14呢？不说感觉，感觉。梦里的感觉，害怕、开心、奇怪。只说发生了什么，不说感觉。对，但感觉很重要。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？ 3个规则。好，规则：用简单句型，不要复杂，简单就好。什么样的句型？我梦到，然后，后来就够了。真的这么简单？真的，简单但有效。规则体半呢？只说3个重点：开始、中间、结束。不说全部细节。对，3个重点就能让别人理解。规则体不删呢？加上感觉，很害怕，很奇怪，很开心。这样梦会变得生动。没错。听到这里，感觉好像能做到。但是
有一件事你可能不想听。什么？第一次说的时候肯定会卡住。会卡住？会的，就算知道方法，第一次还是会紧张，很诚实。可能说到一半忘了词，我懂。可能句子说的不太顺，会的。但这是正常的。好严格，但也是事实。重要的是，第一次不完美也没关系。继续试就会进步。对，我第一次说的很糟糕，但试了5次6次，就慢慢好了。只要不放弃。对，不放弃就一定会进步。不想听，但听了很好。只说好听的话没有意义。听到这里，我在想，应该有人觉得我的情况不一样，有吧？我能想到原因。比如我的梦太复杂了，这个问题很多，怎么办？答案很简单，不要说全部，只说一部分。一部分，对，选最有趣的部分，只说那个，其他部分不说。不说。说太多反而让人听不懂。原来如此。那记不清梦的内容呢？这个也很常见，怎么办？只说记得的部分就行，不需要完整的故事。不需要。中国人也经常说，我记得一点，好像是。这样也可以。可以，不需要完美。最后，词汇不够怎么办？这可能是最多的问题。我也有这个问题。其实，用简单的词就够了。什么？真的？真的，不需要难的词。比如，我看到，我听到，我感觉，这些就够了。这么简单的词，简单，但能表达很多内容。好像能做到。没有词汇，容易成为借口。但用简单的词也能说清楚。根据自己的情况想办法。对，正确答案不止一个。刚才你说害怕犯错，对，这个是什么时候克服的？其实有个不好意思说的故事。什么？失败那次之后，我2个月没跟人说梦， 2个月？太害怕了，觉得我说不好。然后呢？有一天，一个中国朋友问我，昨晚做梦了吗？我说做了，但说不好。朋友怎么说？没关系，慢慢说，我听。好温柔。然后我试着说了，很简单的句子。说了什么？我梦到我在海边，然后看到很大的船。很简单的句子。对，但朋友说，然后呢？朋友想听更多。对，我继续说，船很大，我上船了。一点一点的说。说完的时候，差点哭了。为什么？朋友说很有趣的梦，谢谢你告诉我。啊，我一直以为说的不好就没有意义，但不是这样。不是，说的简单也有意义。从这里开始，是你真正想说的吧？对，说吧。我一直觉得要说的完美，完美。说梦也是，说其他话题也是，全部都想完美。说的不完美的自己，我觉得不行。这个我好像能理解。那个朋友的话让我明白了，明白了什么？重要的不是说的完美，而是想说的心。想说的心。就算说的不好，如果想说，对方会听。对方重视的是心意。对，但说实话，什么？现在说梦的时候还是会紧张，什么？还是会忘词，还是会卡住。很诚实。但跟以前不同的是，卡住了也能想，算了，继续说。能原谅自己了。
这可能是最大的变化。那个朋友的话很深刻，没关系，慢慢说，我听。很多人需要听这句话。说梦的本质不是语法，那是什么？分享。想跟别人分享有趣的经历。语法完美，但不想分享就没意义。对，语法不完美，但想分享就够了。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。这是最重要的，不要试图说的像中国人。中文有表达这个意思的词吗？做自己吧，做自己，好词。说梦也，做自己就好。那我们来总结今天的学习。希望大家记住3点。第一个是用简单句型，我梦到，然后，后来。不需要复杂的语法，简单就好。第二个，只说3个重点。开始、中间、结束，不说全部细节。对，3个重点就能让别人理解。第三个是加上感觉。很害怕、很奇怪、很开心。对，感觉让梦变得生动。记住这3点就没问题。简单，但这是本质。具体的说，从明天开始做什么？我给你一个超简单的挑战。简单的。超简单。明天做梦的话，起床后用中文说一句，我梦到了每个。只一句。只一句，就这样。太简单了吧？因为简单才能坚持，试着做7天。7天后呢？然后加一句，然后10门，一点一点增加。不勉强的前进。对，不用着急，用自己的节奏。好，今天的最佳词汇今天学的里面，希望大家特别记住的词有几个？精选了4个。第一个是做梦，做梦。不是看梦，是做梦。用法是，昨晚我做了个梦。第二个是梦到，梦到。连接做梦和内容的词。我梦到自己在飞。第三个是然后，然后。连接句子的词。我梦到在海边，然后看到很大的船。第四个是做自己，做自己。不是模仿别人，用自己的方法。做自己，用简单的话说梦，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信息。这4个从明天开始试着用。全文稿在博客可以看，有汉字和拼音，请看简介里的链接。听到这里的人，我想说一件事。什么？听了20分钟，谢谢你们。真的，谢谢。说梦什么的，很多人只是听听就结束了，不行动的人。但听到最后，说明是真的想进步。是的，只有这份心意，就已经前进了一步。只是听了也有意义。接下来，明天试试说一句，我梦到了妈妈。一句。这就够了。说了，就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说一句我说了就行。我们会看。一起加油。如果今天的内容有帮助的话，请点赞。为什么点赞很重要呢？因为这个频道还很小，点赞多了就能传达给更多人，想传达给同样烦恼的人。所以请点赞。还有评论。刚才问的想说但说不出来的经历，还有说了一句梦的报告。哪个都行，一句话就 OK。下期的话题，下期是什么？关于中文的道歉，道歉。但不是普通的道歉的话题。什么意思？不应该道歉的场合的话题。什么？不应该道歉？道歉了反而失礼的场合有。好想知道。详细的下期讲，订阅频道就会收到通知。谢谢你们陪着我们。今天的话题总结一下：说梦不需要完美，简单的话
也能分享有趣的经历。听起来很简单。是真的，我确信。到下期，做自己，简单的说，继续下去。大家，祝你们有美好的梦。再见。再见。